明明是座2层小楼，却成为东京最高点，尽收最美东京夜景。请问灯塔门票要多钱？人比人气死人。大雄嘴欠这一问，才知道同学中就有比小夫还富的隐形土豪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小夫都得竖起大拇指。南北通透大高层，夜光美景眼下收。大雄胖虎是真心羡慕，小夫则是真心嫉妒恨。大别墅难道它不香吗？大雄也不管家里有多少存款，开口就要买大楼。可中国有句古话，要脚踏实地，差3岁一代沟。眼看老爸是个老古董，只能求助蓝胖子了。可蓝胖子怕惊喜变惊吓，约定2点再行动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真睡的大熊，即便有事。蓝胖子无奈地拿出高层公寓化电梯，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让房子原地飞升，在下水道装上亚空间连接器，这样就算上了天，水电照样可以用。两人回到房间，设定好30楼，小镇不跑，大镇跑不了。2层小楼拔地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牛顿看了都得原地复活。两人来到厨房欣赏夜景，小楼也在此时停了下来，喝着82年的橙汁，赏着没有地基的风景。蓝胖子小手一指，就知道那是富士山。可明明身处30层，大门却传来了诡异的声响。摸黑探路去冒险，竟是醉鬼走错家，原来是走错门的邻居。爸妈被声响吵醒，大雄两人都慌了，送走了爸妈，门却没有关。再次按下按钮，房间竟变成了全自动旋转360度全夜景房。大雄打开窗户，眺望东京塔，旁边还有东京湾，风景不要太棒。可2楼再次传来诡异的声响，两人一路小跑，正想把小偷抓了个现行。眼看此地不宜久留，小偷飞檐走壁，一个信仰之跃，贵贱都是一条命。蓝胖子送上降落伞，才救下了一个坏人。大雄的社死也随之而来，评分考卷满天飞。看来住在30楼也不像想象中的那般美好。岂料下一秒狂风大作，百年一遇的台风来得猝不及防。人在家中坐，蹦床玩到嗨，一家人就在台风中度过了一晚。第2天，简单的走直线都成了一种不能满足的奢望。那么小伙伴们都住在几楼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个水壶太神奇，大雄用了直接欧皇附体，到了蓝胖子手里却成了永远的衰神。大雄一开口，竟让蓝胖子拿出游手好闲都能幸福的道具，比如投石机。看着大雄自暴自弃，蓝胖子邪魅一笑，决定要坑自己的娃。翻箱倒柜，拿出幸运水壶，一看就是忽悠小学生。可蓝胖子还开口说这东西保真。眼看大雄气到发抖，蓝胖子本以为忽悠的不到位，岂料傻孩子还真就信了，拎着水壶下了楼，却碰到老妈堵门望子成龙。可老妈膀胱一扫，现在正缺个水壶，大雄还得到了零食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大雄对水壶深信不疑。水壶举高高，幸福快点来。大雄打开水壶，竟遇天降零食，别人送的口粮不要白不要。看着大雄已对水壶迷之深信，蓝胖子生怕出大事，想要坦白，可刚一开口就被呼吸困难的大叔吸引了目光。一听大叔要喝水，大雄一个瞬间移动，接满水送到大叔面前。大叔一饮而尽，终于又活了过来。作为救命之恩，送了大雄最新款模型飞机。大雄这欧皇体质，蓝胖子都怀疑猫生了。多拉曾迷信科学，现在不得不改信玄学，也想体验下口嗨所造的幸运水壶。拿起水壶举高高，坐等幸福来敲门。比如万猫从中过，一头不放过。再比如天降铜锣烧，可是铜锣烧有点硬，蓝胖子本以为自己头铁，岂料下一秒核能来袭，蓝胖子嗷的一嗓子直冲天际。这下蓝胖子相信幸运水壶什么的都是浮云。大雄哼着小调，就看到幸福睡去的蓝胖子，水壶重新回到了手中。蓝胖子赶到公园，就看到大雄都会爬树了。东北的猫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可就算大雄是为了爱情，蓝胖子也要说出水壶的实情。岂料下一秒就应验了，蓝胖子倒腾着小短腿，成了大雄的人肉坐垫。只要能收获到静香的爱，猫的死活算个什么东西？蓝胖子气到原地爆炸，劝大雄不听蓝猫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突然，一个婴儿车快速划过，听说里面还有小宝宝。大雄两人化成朝阳市民，蓝胖子一通乱掏，拿出猎豹化妆水涂了他。孙悟空来了都追不上。大雄化身神行太保，终于抓住了婴儿车。岂料婴儿车突然加速，眼看要送人头，蓝胖子继续掏，拿出催眠喇叭，把水壶催眠成气球。
等蓝胖子追上婴儿车，宝宝却不翼而飞。原来水壶带着大雄上了天，这才救下了小宝宝。直到这时，大雄依然深信是水壶给自己带来的幸运。可人不会一直欧皇，这不，水壶弃大雄而去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自己是幸运之人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的嘴仿佛开了光，上一秒还在庆幸今天是个艳阳天，下一秒就成了落汤鸡。这就是不看天气预报的下场。可大雄今天约了静香小树林约会，只能借蓝胖子的天气箱一用。可道具又日常维修了，为了小学生的爱情，蓝胖子拿出天气头带，只要戴在头上，天气就会跟着心情走。大雄戴上紧箍咒，一个笑脸，天空放晴，嘱咐老妈赶紧晾衣服。洗衣机里洗纸张，老妈气得就想把大雄当狗打。可当这张纸是张0分考卷时，老妈只能进化成女帝模式。大雄怕极了，顿时窗外乌云密布，老妈只能收起拳头。大雄逃过一劫，天空再次放晴，给收衣服的老妈都整懵了。可这道具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控制情绪，但对于大雄来说，有静香的每一天都是艳阳天，满满的爱情酸臭味儿。大雄向着爱的方向奔去。大雄到了发情期，蓝胖子却到了苦命期，成了拔草驱虫的工具人。大雄来到空地，正好碰到小夫在凡尔赛自己超豪华的法国机器人，战斗力也是完爆小学生。此时不蹭何时蹭？可小夫嘴脸丑恶，觉得大雄是痴心妄想。机器人鄙夷的目光击破了大雄最后的善良，顿时天动万象。大雄化身雷电男，把机器人电了个外焦里嫩，这就叫装逼被雷劈，干掉小夫大快人心。气了大雄倒了8倍的血霉，与胖虎狭路相逢。胖虎想让大雄体验下农夫山泉有点甜，大雄还没跪地求饶，胖虎的拳头已落下。蓝胖子刚跟小蜜约会，就被浇了个心飞扬透心凉。土皇帝胖虎也遭到了及时报，大雄被锤的就剩一口气了，都快成葫芦娃了。岂料天降财神，中了根冰棍，意外之财谁能不高兴？天气变幻不定，小蜜想提前走人，蓝胖子只好散财留女友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的虎父二人觉察到了大雄天气之子的身份，胖虎气的就要用虎虎生威拳，让大雄明白为什么小夫的身高还不到1米高。6月飞雪大雄渊，眼看到手的小蜜被冻走，蓝胖子杀人的心都有了。大雄见到了媳妇儿，天空终于放晴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静香竟然还叫了备胎学霸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东亚粗王明大雄，还有学霸识相主动退出，才还了大雄一片蓝天。迈着欢快的步伐上了山，岂料静香谋害亲夫，眼看静香要被雷劈，大雄只能强颜欢笑，原地转圈圈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岂料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，大雄倒霉到家了。但自己认定的女人，哭着也要谈下去。俗话说得好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蓝胖子都快被气成电磁炉了，好山好水好风光，可大雄一个信仰之跃，差点摔成全身骨折。可为了爱情，这个男人还是默默扛下了所有的痛。但用力过猛，道具坏了。此时敌方部队已抵达战场，大雄正看着静香发情，就被一双大手从山上打到山下。大雄还想用天气做威胁，岂料敌军穿了铁布衫，重拳出击，要把大雄打成吉娃娃。眼看大雄要放大招，蓝胖子赶紧掏出2把雨伞，可哭到了天荒地老，还是万里晴空。蓝胖子膀胱一扫，腰瘦了，2手道具竟然玩坏了。所以说现在的晴天并不是因为大雄白白强颜欢笑了一整天。那么当时蓝胖子为什么要掏出2把雨伞呢？